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本君便再助你一臂之力。你可要考虑清楚，这一次你要回到哪个时间节点？我想好了。只有一晚，必须用这一晚的时间带灵儿离开暗域。只要她不再是暗域圣女，就可以安稳的活着，不必再卷入后来发生的那些事了。此时的我人在问举啊，闭关，不能让人看到我下山。幸好从灵儿那儿学到了遮影丹的制法，能够掩盖容貌。好久没吃过这么嫩的灵族了。滚开！你们这群愚蠢的暗族！大哥哥拼了命才救下我，我绝不能就这样死在这里。别害怕，小妹妹，姐姐可不是敌人呢。瞧这小可怜样，但是你的表现还是非常出彩的，能在那么多暗族的追杀中活了下来。你都看到我被追杀了，却不帮忙，至少不是朋友。我跟赤影打赌，赌尊上带回来的这批灵族，哪个能活到最后？我跟他说是你，他偏不信。但是现在，其他灵族都死了，就你活下来了。你是里面最顽强的，姐姐还是很欣赏你的。那么，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这么强的生存欲啊？是堆积如山的金钱，还是享用不尽的珍馐，或是纸醉金迷的温柔乡，还是这至高无上的权力呢？我才不稀罕你说的那些东西。那这世间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呢？我也并不留恋这个世间，只是不允许自己就这样死掉。有点意思，为什么呀？与你无关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暗族特别坏，特别恶心，都不想跟我多说一句话呀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们凭欲望行动，没有理智。你应该庆幸，正因为暗族如此，你才能在暗域有一丝生机。欲望表露的最明显的暗族，其实是最好被利用的。其实，人族也是如此。你对欲望不应该有鄙视，而是要利用它，这样才能操控暗族，乃至操控人心。我才不要变得和你们一样。哼，想要在恶人堆里生存下去，自己首先也要变成恶人。只有做到极致的恶，你才能对抗恶。记住了吗？好好想想，你为什么来暗域，又为什么活着？重要的是，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要达成自己的目的。你说的很对。现在这样，
是不是就像一个恶人了？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。终于找到了。怎么会有人在自己家门口设这样的陷阱啊？幸好我带了遮灵簪。你们这些不要脸的暗族，欺负我初来乍到，动不动就来骚扰。还好我提前设下了陷阱。我只是路过，傻子才信你的鬼话。我骗你干嘛？我路过的时候看到那悬铃树开花了，一时好奇就凑近了些，没想到误中了你的陷阱。算你还有些审美。那个，有很多暗族欺负你吗？明知故问，你们暗族没一个好东西，尤其是那个叫赤影的，总是没事找事给我搞些不痛快。等我练成最厉害的魔功，打赢所有暗族，一定让他跪下来叫我大王。嘿嘿，不能任他这样下去，否则他又会走上既定的轨迹。喂，想不想学习厉害的功法？我教你啊。就你，连我的陷阱都能中，还想教我呀？怎么样，厉害吗？可以呀，小弟，我认可你了。走，小弟，咱们进步一序。轻点，轻点。哎呀，轻点，轻点。以前只看到他在暗族面前作威作福的样子，却没想到他刚来暗域之时，竟然这么落魄。他曾说，他小时候脸上有妖纹，倒是没看出来。来，小弟，喝茶。你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功法呀？快教我！我要变得比暗族更像暗族。像暗族可不是一件好事。怎么不是？玉影说了，加入恶人的队伍，变得比恶人还要厉害，这离消灭人族又近了一步。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人族？不要被仇恨蒙蔽，更不要自暴自弃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虽然坏人很多，但也有像大哥哥那样的好人。若他还在的话，他一定希望你像普通人一样，简单快乐的活着。你怎么会知道大哥哥的事？不许再有那些歪门邪道的功夫夺我的心了！我只是不希望你勉强自己，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才没有勉强自己，我就是想像暗族一样强大。不，我要比所有的暗族都还要强大。倒是你，作为一个汉族，也太不像暗族了。如果我说我不是暗族，你会愿意跟我走吗？我会带你去一个没有纷争、没有痛苦的地方，让你安宁地度过一生。不，我要为大哥哥报仇，留在暗域，才能变强。大哥哥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？哪怕会被暗族欺负，会活在痛苦恐惧之中，甚至会丢掉性命，
你也要留在暗月。对我来说，大哥哥是最重要的人。为了大哥哥，我什么苦都能吃，什么事都愿意做。时间不多了，跟我走。你干什么？你必须离开放开我！我说了，我不走。这是暗域的信号弹，一旦发射，整个暗域都会戒备，桑奇会立刻带暗族来追杀你。到时候你可就走不了了。我可以不管你是谁，有什么目的，也可以不暴露你，但是你现在立刻马上离开我家。灵儿，你再不走我就发射了。人界就要天亮了，必须在那之前赶回雍雪城，否则一切都会混乱。走啊，赶紧走！走啊！这一次还是没把握好时机，不过幸好我灵体尚在，还有机会。此时的我已在问雪崖闭关多时，吹雪楼一直闲置无人，深更半夜，何人会在我的住处？我一直以为，明月山庄一事后，父亲对我已彻底失望，不愿再见到我。那日他让我下山时，表现的也是那样熟练。可是为什么？如果谢盟主还在，他一定想这样跟你说：雪晨啊，这么多年，父亲一直待你很严苛。但其实父亲一直都知道你有多不容易。他即便是死，也不可能交出龙血城玉灵。切记，不可试图改变其他人的命运，也不能让人知道你的存在，否则你付不起需要承受的代价，更会有无数人因此成为命运的牺牲品。最坏的可能是整个世界都将扭曲、崩塌，尸骨无存。若未来有一天，我的信念与这人世放到了对立面，你不必顾虑，一定要坚定地选择后者。不要被仇恨蒙蔽，更不要自暴自弃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虽然坏人很多，但也有像大哥哥那样的好人。若他还在的话，他一定希望你像普通人一样，简单快乐地活着。如果是大哥哥的话，他会希望我怎么做呢？时间到了。
我回来了。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双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灵儿，你终于醒了。还能见到你，真好。灵儿，这一次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好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如今，人灵大战已经结束了，万仙阵也修好了，世间也太平了。你之前答应我的去看人间，可不许耍赖。现在就带我去人间玩，好不好？好。雪梨，你醒了。你现在很虚弱，我要逞强。他怎么样了？这个世界仍然没有任何改变。有件事，我有些疑惑。灵儿曾说，他幼时脸上有大片的妖纹，可我方才所见，他脸上并无半点妖纹，这是为何？本君给不了你答案，预知因果，需要你自己去探寻。我再试一次。哎，你的灵体受损严重，若再强行时空穿梭，很可能有去无回。即便只剩下最后一丝希望，我也要试一试。他还在等着我。叫你偷懒儿！都听着，今晚便是大小姐的生辰宴，都给我手脚麻利些。还有，不许去前院冲撞贵客，一群贱奴！这水缸没挑满呢，谁负责的？是玲玲负责的。这几日天寒地冻，河水冻住了，得拍碎了冰面才能调水。话多！
偷懒了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庄里的几缸水都没挑满，啊，挑几缸水都能洒了，我看你是故意偷奸耍滑！哼！总管，我已经连续挑了1整夜的水了，也没能吃上饭，实在没力气了。还敢狡辩！林奴有的是力气。当初是本总管在树底下捡了你这个弃婴，给你口饭吃，让你长大。你竟敢阳奉阴违，不知感恩！看你这个低贱的林奴，就是欠罚！别害怕。你冷不冷？我是林奴，总管说，林奴是不会冷的。好一点没有？哎呦！你谁呀？啊！竟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饶命啊！我错了。虽然此人死不足惜，但我来是为了在丧气血洗明月山庄前带灵儿离开，让他能摆脱灵奴的身份，好好活着。杀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只能泄一时之愤，却有可能带来不好的结局。饶了我吧！滚！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您是庄上的贵客吗？我是林奴，也要听总管的吩咐。你才不是灵奴。你还没吃饭吗？我要把庄上的水缸全部都挑满，才能吃饭。我带你去吃饭。请随我跃起时间的花火，我心田影里仿若桃花千朵，你经过山长水阔，人谈笑自若，只因倾向我，只因你如昨，芳华灼灼。以后别再说你不痛了，我不会再让你受伤。客官，您的菜。谢谢。客官慢用。有那么多菜不吃，干嘛光喝粥啊？粥能吃饱啊，我以前一直都是喝粥的。
原来点心是这种味道，好好吃。你戴着面具吃多不方便，把它摘了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脸上有妖纹，很丑的，怕吓到你。不会的，我看到你的眼睛，便知道你一定很美。原来这就是混沌之力形成的纹路，可为何会突然消失了呢？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没有，你的妖纹很美，怪不得你舍不得让人看见呢。来，这个点心真的好好吃啊！你到底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你是不是想让我干什么事儿？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我只希望你开心。难道你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爹？你希望如此啊？如果是，倒也挺好。为什么？那样，你就会带我走了吧？你把我扔下这么多年，总要补偿我的吧？你想我怎么补偿你？我想穿漂亮的衣服，吃好吃的东西，住大大的房子，每天能睡2个时辰。好，我都答应你。我一会儿就带你去买衣服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爹。不许叫我爹。你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，那我叫你什么吗？若是知道我的名字，我们将来又会有牵扯。你已经为我付出太多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为了我牺牲自己。只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，哪怕你爱的不再是我。反正不许叫我爹。那叫你大哥哥好吗？你说什么？大哥哥呀！你牵念的从来都不是我。他是我的大哥哥，我的命是他给的。大哥哥呀！这么喜欢吃点心啊？当年在人间，大哥哥带我吃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点心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他一次次提到的大哥哥就是我自己。种种线索早已浮现，那样明显，我却当局者迷，竟然现在才发现。你怎么了？是我叫你大哥哥让你不开心了吗？没有。那我可以叫你大哥哥吗？好。大哥哥。大哥哥，谢谢你带我去医馆疗伤，还给我买了新衣服。衣服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今天是思辰节哎，据说这是为了混沌珠而设的节日。他们说，6000年前，
是仙盟利用混沌珠的力量建立了万仙阵，才使人界不被暗族侵袭呢。但其实，人族从未问过混沌珠的意愿，从未问过他是否愿意被牺牲。混沌珠，它不是一颗珠子吗？它会说话吗？大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在难过吗？只要你开心，我就不会难过。要是以后的思辰节都能这样一起看烟花就好了。我就随口一说，如果以后没有这样的机会，也没关系的。人族的节日，总管本来也不让我们过，民奴嘛。不，我会带你走。往后的每个思辰节，你都能看到璀璨的烟花。真的吗？谢谢大哥哥。灵儿，对不起，带你走和陪着你是两回事。你若留在谢雪城身边，依然会有未知的风险。我会带你走，但以后你要自己一个人，忘了我，好好活着。虽然我很想现在就带你走，但是你脚上的锁灵环限制了你的活动范围。如果我们强行离开的话，会危及到你的生命的。虽然只有1天，但我已经很快乐了。所以，大哥哥，你不用骗我。就算你真的没法带我走，我也不会怪你的。大哥哥没有骗你，是真的想带你离开，所以正准备去找高中主，让他替你解开锁灵环。真的？可是庄主是法相境，很厉害的。如果实在不行，还是不要勉强了。别担心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的。庄主，雍雪城少城主求见。谢雪晨，他怎么会突然过来？请他进来。是。好羡慕大小姐啊！每年的生辰宴都办得这么盛大，只是苦了我们，为了这一天要从早到晚忙前忙后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谁让我们灵族生来就低人一等了？至少在明月山庄还能混一口饭吃。桑琪当年血洗明月山庄，就是在高清明生辰，难道正是今晚？桑琪为了这一战谋划多年，想要阻止他几无可能。凤香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，伦静也再三叮嘱，不能改变过去的轨迹。只要能在事发之前将灵儿带走，不让她落入桑琪手中，便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此人做过那么多肮脏之事，城府很深，在他面前需谨言慎行，绝不能让他发现灵儿是混沌珠。今日是我与他的大婚之日，
以丧礼为婚礼，确实是疯了。这样不好吗？既能如他所愿，亦能如我所愿。你真的觉得你与他间能如愿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们俩之间没有爱，这就是在相互折磨。谁说只有相爱之人才能成婚，而成婚之人必定相爱呢？爱很短暂，脆弱，时间可以打败它，金钱可以打败它，生死亦可以。若想追求永恒，就不要谈爱。风瑶，可愿做我大婚的司仪？我没这种兴趣。你曾告诉过我，命数不可改，让我别强求。但现在，你就是在强求。可你又怎知此刻不在命数之中？你执意如此，我阻不了你。但这是荒唐戏，我不会参与。随你。你已在此跪了3天3夜，何必如此执着？求公子赐灵药，救我弟弟一命。不是我不给，是给了也没用。我为你卜了一卦，卦象显示你亲缘已尽，这便是命数。若是这命数落在你身上呢，你能接受吗？我的命数早已算出，在不久后的一天，我便会失去一切。可我并不打算逃避，因为逃也在命数中。就算如此，我还是想经历一试，求公子赐药。10年，我愿誓死效忠公子10年。若你当真失去一切，我也会陪在你左右，绝不离弃。半年未见，你似乎不好。萧渊死了，半年时间，灵药治好了他的病痛，却引来了邪修夺药，他被邪修吸血而亡。我杀了邪修报仇，却救不回弟弟。如果我没有来求灵药，便不会引来邪修，那我弟弟也不会死。是不是我还是一样，命定如此。看起来，公子的命数也应验了。1个月前，我的父亲杀死了我的继母，却留下了谋害我的弟弟。那你恨吗？他们的命数
这运秀山庄的命数也快到了。那么今日便是10年的第1日。我叫风瑶，尘封的风，遥远的遥。10年已过，甚非旧人。风瑶，你为什么还不走？这心魔竟如此之强，凭一己之力，竟然能撕破万仙阵。要是暗域有这么一号人物，当初桑琪为什么要跟朽仙阁合作？雪尘，此事没有这么简单。他虽然浑身被魔气缠绕，但不像被暗族附身的样子。雪尘，为何你会从暗域出来？到底发生了何事？谢雪尘那个轻易就死的废物，也配与本尊相提并论。谢城主已死，那他是谁？我师兄天生10窍，是人族至强，谁能杀他？世间无人能杀他。这心魔既有破万仙阵的能力，或许便是他害了谢城主，夺了谢城主的身体。愚蠢至极！不对，这就是雪尘的功法，你就是雪尘。谢雪尘不过是本尊的一魄罢了，已被本尊融合。取用他的功法不有何难？不过本尊倒想试试，你们口中的人族至强到底有多强？起肉！戒备！谢雪尘是废物，如今的仙盟更是连废物都不如。就凭你们，拿什么手痕苍生？就靠你们微弱的蝼蚁之力吗？游戏结束的太早，总是很无趣。本尊今日便留你们一命，但是记住，谢雪尘已死，如今的仙盟更是名存实亡。凡界荤俗，都需一拜天地。可我便是天，你便是地，自无需相拜。二拜高堂，然万物生于混沌。你我也并无高堂，不拜也罢。唯有这夫妻对拜，才是你我2人永恒相守的承诺。别逼我更恨你。其实你早已恨透了我，只是连这恨，你都不记得了。拜。于轮回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只
痴情人不必问，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为何不躲？我早知今日你会如此，可我还是想试一试，想与你完成这场大婚。我本该一无所有，孑然一身，然贪心之人，必要付出代价。我骗过你，伤过你，这一刀是给你出气的。你以为这样就能两清吗？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你可以恨我，也可以杀我，可我要你我之间永不两清。真是一出好戏啊！二位这是在替谁守丧？周明，雪尘，这不是天命神诀吗？没想到你也会落入凡尘，被俗世俗情所扰，真是可笑。看来谢雪尘的那一魄已经回到你的体内了。你说什么？何必这么惊讶？我跟你说过，谢雪尘只是我的一魄罢了。你吞噬了他。能被本尊融合，是他的荣幸。而如今你该担心的，并不是他，是你自己。你如今这副模样，还想唬谁？虽折落凡尘，我依然是天命。真是可笑。有了繁星的神还是什么？神格蒙尘，神力减退，你已不再是当年的天命神君。看在我们万年旧识的份上，我便给你一个痛快，祝你解脱。竟敢救他！我不是救他，只是不想让你得手。你动了谢雪尘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天命的存在，
就是你的威胁，你想做的事情，我绝不会让你如愿。那我就偏要让你看看，我是如何事事如愿的。谢月城，你竟敢在神魄中设下浴血禁制！你以为这样就能束缚本尊？万年之后，你还是和天命走到了一起。可如今的我，不会再心慈手软了。睡吧，好好睡一觉。待你醒来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这就是你执意成婚的代价。我带你去上药。不必了。混沌之力化作的利刃所伤，凡品灵药是无用的。那要什么才能治好你？我去找。你不是说你不参与吗？我没说，不管你的命。放心吧。我死不了，只是无法愈合而已。既执掌因果，看透世事，为何对他的执念还这么深？风瑶，你可知数万年有多久？人活于世，过100岁者都很少，修道者最多也不过是1000年之寿。你的问题，我回答不了。纵然对神来讲，数万年也是很漫长的时光，已经足够桑海苍田变换数次。神坛国度，那些岁月里，我和他只有彼此。反正有你在我身边，日月盈仄，宇宙洪荒，天命。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我只想回到从前那样。半年太长，时移世易。穆玄灵和当年的混沌珠已经不同了。那你呢？可能辨得清南虚月与天命。既然你这么放不下他，为何不用天命书改他的命，让他爱上你？因为神气动情，昊天不允。昊天。天命，你历经万年红尘，百世惩罚，可知错？天命知错，当年不该忤逆昊天而行。这万年业障，均是自食其果。万物有序，因循昊天法则。你乃天命神器，流血受伤这种事，不该发生在你身上。
多谢昊天。新魔尊骤然出世，昊天规则产生变数，将令世间运行轨迹崩坏。然天命书不能对同一人改命2次，吾亦无法直接降临世间。天命需你代行昊天意志，继续完成万年前未能完成之事。但这一次，莫再令吾失望了。谨遵昊天之意。盟主，各派受伤的弟子，我已安排在寝炉疗伤，用的都是最好的灵药。有劳苍长老了。我已从净花宫调运灵花灵草于此，希望能帮上忙。虽然人灵2族已结盟，但如今看来还是不敌那新魔尊。诸位，那新魔尊与谢城主的长相的确相似。当日谢城主离开此地之后，就再未归来。倘若那新魔尊所言是真的，不会的，不要自乱阵脚。是啊，当务之急是商议应对之策。现在无论新魔尊是何来历，万仙阵被撕裂已是事实。为防暗族偷袭人族，今日起，我会率玄天门弟子研制驱魔大阵，有劳各派加强各处防务。是。尊上，这就是荣渊的摄魂骨吧？摄魂骨，那不就是当初何县我让净花宫那帮修士变成傀儡那小玩意儿吗？那时的蛊虫是以尸骨者的性命为代价，只有尸骨者死后才能生效。尊上这骨蝶看起来显然不同啊。骨蝶无需任何代价，便能使人人入魔。小小的蝴蝶竟然这么厉害，那尊上，咱们什么时候去杀仙盟那帮修士啊？让仙盟死，如同碾死一窝蚂蚁，屠戮远不如折磨来的有趣。谢雪晨，你留下禁制又如何？你想活的人间，我照样活给你看。真气天寒，你再去多睡一会儿吧。我昨日助你，只是为了对付魔尊，并不代表我原谅了你。我恨魔尊，也恨你。我知道，你不会原谅我，但我也知道，你不想让谢雪晨守护的一切被魔尊毁掉。我与魔尊已有万年的夙愿，既然你我目标一致，为何不能合作一次？凭什么？凭我知道魔尊的弱点，以及应对之法。弱点？阿朱，万年前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世事流转，你与谢雪晨、阿周与魔尊，都起于万年前的机缘。你若想得知真相，找到破局之法，何不亲身经历一次？我可为你开启天命阵法，让万年前之事再现眼前，让你以阿朱的视角重新感受一次。你可敢？有何不敢？我没有混沌珠的记忆，我唯一相信的，就是你们曾经数万年相伴的时光。数万年之久，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。不是你们，是我们。
鸿蒙伊始，昊天创世，并淡化2大神器混沌珠和天命书。混沌珠掌时空，天命书掌因果，二者均受昊天所控，共同维系世间运转，而后才有了各族万物。年前，神族内战，恶神君玉率众反叛，杀了善良的老神皇一派，夺得天界神之权。由于神战冲击，致使天幕震动，裂开巨口，3界濒临崩溃，史称苍浩之伤。昊天命混沌珠补天，最终混沌珠灵力耗尽，坠入人界。天命书感应到混沌珠的精变，一半神魂追随到人间，仅剩一半神魂的天命之书上显现一则命格预言：神子诞，众神落。新神皇君玉不懂何为神子，求天命书提供更多信息。天命书沉寂不答，君玉便命玉、战、蚩3神搅动人间，寻找神子。而天命书终于在人界找到了混沌珠，将它置于人族皇宫池塘，以人皇气运滋养，等待它再次化形。这珠子倒挺会逗人开心的嘛。圣君，圣君，圣君，何事？阿言回来了，正在长明殿等候。西陵国各地虫灾一解，西陵国君亲自将100少女献祭于西河中，以此感恩神明庇佑。这虫灾来去极其诡异，经查明，都与一则神谕有关。神族以信仰为始。 他们先制造恐惧，再给予施恩，令众生俯首贴耳，顶礼膜拜，以此来获得信仰之力。这些所谓的神谕，都是神族的手段罢了。咱们圣君可是天下共主，神谕之事，西陵竟敢不上报？圣君一向反对以人献祭之事，西陵国君自然不敢上报。如今西陵虽已解患，但错失了农收，有饥民投匪，边境摩擦不断。 是民是君还需分辨，一切要提前防备。西陵之事我会再行考量的，辛苦你了，阿言，先回去休息吧。要说辛苦，还是咱圣君辛苦，公务繁忙，您都好几天没合眼了。是你想合眼了吧？行了，我这里不需要人，去吧。谢圣君。哎，阿言，你等等我呀！这么久不见了，你就这么对兄弟我的？哎，虽说你是西陵人，我是东泽人，但远亲不如近兄。哎，话说，你这次回去有看到什么好玩的吗？你总想着好玩的。哎，
你有没有发现，咱圣君最近压力太大了，都开始盘珠子了。盘珠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除了面对圣君，你就是个大闷葫芦。天时地利了这么久，终于到人和了。国师，国师来的正好。最近形势动荡，阿言去邻国搜集了些神谕，还请国师指点。吾特来此，恭贺圣君。恭贺圣君获上古神器，报复江城。神器？圣君手上的这枚珠子，便是上古神器——混沌珠。混沌之力可开天辟地，若能成功炼化，那对抗神族也将不在话下。这就是混沌珠啊！还请国师指点。圣君乃人族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自生神窍的超凡之人，故圣君的血魄便可修补此神器。只是，若圣君失了一魄，那无妨。国师能否助我完成？圣君，请入。圣君，无妨。若凡10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昭明。我记得你。你身上的气息
很熟悉。你还记得什么？我记得，我似乎是颗珠子，经常被你握在手里。其他的就不记得了。想不起来便不想了。既是明珠，今后叫你阿朱，可好？阿朱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你今后有何打算？我不是你的珠子吗？像以前那样就好了。既已化为人形，若还居于宫内，岂不可惜？你想不想去游历世间，看看大好河山？你会和我一起去吗？那恐怕不行，我得留在这里。你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这个世上，我只认识你，只想和你待在一起。况且，你身上有灵力，在你身边，我就不会变回珠子了。你若想改变主意，随时都可离开。很晚了。是啊，很晚了。我已让人将玲珑殿收拾出来，你现在就可以去休息了。是你该休息了，你看起来很累。我们一起休息吧。我们不能睡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我们之前都睡在一起。你现在是人。珠子可以，阿朱却不可以，真是人不如猪。可是你不在我身边，我不习惯，会睡不着的。今日夜已深，你且先睡在这儿，我还有很多的公文没看完。我不走，就在此处。好吧。国师，今夜天凉，若要去花园，记得加件披风。今后便不去了。您曾说过，花园池塘中凝聚日月光华，在那儿采集灵气，有助于炼制稀世灵丹。原本每夜前往，如今却不再前去。可是您的灵丹已经炼成了。日月光华对于炼制灵丹固然有益，却周期绵长。近日发现这世间竟另有精华之气，可助灵丹快速炼成。还有这等奇效？不过这炼丹之术，在于平衡。若操之过急，也只会让灵丹失效。多谢国师指点。没错，炼丹的确在于火候。
国师，我去丹房看看。人皇之气胜于日月光华，很快你便会恢复如初。这玲珑殿好看虽好看，但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到昭明了。他有这么忙吗？圣君的时间是属于天下人的，自然是忙。你不是说你是圣君最离不开的人吗？你怎么这么闲啊？我可是身负重任。什么重任？重任是不能随便说出来的，你懂不懂？哎，若你无聊，我倒有个法子让你解闷儿。又有什么新鲜玩意吗？摇头下注，玩的就是刺激。哎，规则很简单。你听懂了吗？啊！哎，来一句你就会了。不过，要用珍贵之物下注。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了，昨日的桃花酥，我到现在都舍不得吃呢。那我就拿它下注吧。此物过于珍贵，你用一般之物下注即可。比如，圣君前几日送你的那盒珠宝首饰。嗯。圣君，您几日没合眼了，要不先去休息？无妨。河州每日都去玲珑殿，混沌珠并无异样，也无异动。他虽是上古神器，但如今已经化为人形，便该以人相待。是。阿朱单纯，河州赤诚，他俩倒是适合做玩伴。来，小赌怡情，鸭大开大，鸭小开小。小肯定是小，快看！3、2、1，开！哈哈，你压小，蛋开大，这几只珠钗是我的啦！怎么样，还玩吗？再来！就喜欢你这爽快的性格，别灰心，再多玩几把，我好好教你。不如也教教我。圣君，昭明，阿朱。走。圣君怎么来了？你也不提醒我。开始吧。圣君，这不太好吧？让你去你就去。我的赌资够吗？不要怪我意志不坚，实在是圣君给的太多了。开始吧。全没了，不玩了。阿朱，学会了吗？阿朱还未学会，我们继续。圣君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，我都已经输得底朝天了。无妨，下个月的俸禄可提前垫做赌资。你不是说小赌怡情吗？我还想学。赌就是赌，大赌小赌都伤身。阿朱，你别学这些不好的。
我和周从今日起戒赌，再也不带阿朱赌博了。阿言，传令下去，从今日起，宫中禁赌。是。退下。是。阿朱啊，这些彩头你可要收好了，可别再被何周诓骗了。不怪何周，这些日子其实一直都是他在陪着我。以前当珠子的时候，总是能时时刻刻见到你，现在成了人了，反而想见一面都难，倒还真有些不习惯。是我疏忽了。你刚化为人形，定有诸多的不适应。可若长期跟着何周厮混，只怕他会带歪你。我为你寻一位先生，让他教你读书写字，可好？先生。日月光华对于炼制灵丹固然有益，却周期绵长。近日发现，这世间竟另有精华之气，可助灵丹快速炼成。国师，我来晚了，让国师久等了。无妨，片刻等待，等到便好。昭明说，国师是东泽学识最渊博之人，更是国师主动应下教导阿朱一事。多谢国师。不用如此客气。倒显得你我生分。国师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都怪何周一直吓我，说要毕恭毕敬，否则会被先生用戒尺打手心的。但我觉得，国师让我感到非常亲切。那个词怎么说的来着？一见如故。一见如故，你可是想起了某个故人或故地？国师说笑了，我只是昭明的一颗珠子，怎么会有故人呢？开始上课吧，今日先教你一些基础字。这个字念人，也是如今你的身份。人，这个字简单，好记。此字念天，可这样记：天比人多两横，一横高于人，一横困住人。天，怎么如此蛮横霸道呢？这便是世间的秩序，天永高于人，人受制于天。那我不喜欢天，天让人受苦，也让昭明忙得没时间陪我。人族的陪伴，须臾几十载，唯有天上之人，方能与天同寿。那样的陪伴，才叫永恒不息。
可是陪伴的时间再久又怎么样呢？如果两个人待在一起感到不快乐，那种陪伴不是痛苦的吗？国师，这是我跟膳房师傅学做的点心，特地拿过来给你尝尝。国师今天为什么生气？是不是嫌我学字太慢，嫌我笨了？我并未生气。你心思玲珑，一点即通，又怎会愚笨呢？国师没有生气就好了。那你明天还会教我识字吗？既以为人能有简单纯粹的快乐，亦是好事。打开它。这支玉笔送给你，天道控人，但人执笔亦可书写自己的命运。多谢国师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国师记得吃点心。你找来这些东西做什么？诗人为何会在不同场合用到花呢？婚丧嫁娶、祭拜神灵，看似不相及的事情，却通过同样的花来寄情。花在你我眼中非黑即白，只是形态上有细微的差异；而在世人眼里，花与花却大有不同，缤纷色彩，各有寓意。每次从云海望向人界，见孩子们只要吃了它，就会喜笑颜开，一块糕点便能获得的快乐，你我却感受不到。于你我而言，任何食物都没有味道。我们从未尝过酸甜苦辣，亦不会有眷恋，又何须感伤呢？彼虽如此，从未拥有，便无需眷恋。你我作为神器，虽与天同寿，受众神敬仰，却也只是昊天的工具罢了，活得还不如凡人精彩。昊天赋予你我神力，自当是不允许我们偏私，更不得偏爱任何东西。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了些什么，那注定也要失去些什么吧。可是，我们尝不出味道，看不到颜色，闻不到花香，更不懂情。这数万年，与同一天无异。天命，你不觉得闷吗？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这便是神器的代价。这往后千万年、万万年，都要如此吗？定属如此。终于昊天。国师，方才在殿外，阿朱姑娘说这是她第一次做糕点，味道可好？嗯，很甜。可是阿朱姑娘说今天做的是咸口。哦，是吗？那这糕点的做法很特别，是从我故乡那边流传过来的。
原来是故乡之物，难怪你如此留意。来，你也尝尝。谢谢国师。尝到这糕点，我突然有点想家了。幸好宫中还有同乡之人，还可以相互作伴。子辰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不敢。国师大人，通天小弟，子辰万不敢当请教二字，您问便是。若你有一个同乡之人，你本该带他回到故乡，可那里却充满束缚，满是凄冷，没有自由，没有快乐，甚至他还会面临随时被牺牲的命运。若是这样，你还会带他回故乡吗？故乡本来应该是幸福的呀。如果回去会变得不幸的话，那便不回去了呗。国师，是子辰说错话了吗？哦，无事了，退下吧。哦，是。那，糕点，谢谢国师。昭明，你来啦！几日不见，我来看看你的功课如何了。那我自然是很用功的。这是我新学的字，国师说左日右月，皆是光明。国师教导有方。但我的理解却不是这样，像太阳一样耀眼，像月亮一样温和。日、月合起来，是昭明的明。你这解法，倒也在理。那你看我的字写的怎么样？字写的是不错，但是离得有点远。离得远？那近一点不就好啦？昭明，我算红颜吗？那我岂不是会薄命？我听人说红颜薄命。不会，阿朱会活得长长久久的，比我活得还要久。比你活得还要久？那有什么意思？我是昭明的珠子，自然要和你一直在一起，你在我才在，不是吗？不，阿朱不因昭明而生，你的意义也并非因为昭明而存在。岁月漫长，得失行止，终有一天，你会找到自己想做的事，想走的路。想做的事，想走的路。没关系，不必现在想，来日方长。我虽然不知道自己想走的路是什么，
但我知道你的。昭明是圣君，心怀天下，所以走的是天子之道。天子之道并非我所求，我想做的是顶天立地的男儿大丈夫，不困于天，亦能庇护人族，冲破之天。国师说，天比人多两横，牢牢困住了人。但在你的笔下，人竟能破天？事在人为。昭明，其实我不太理解，人究竟是什么？人很简单，也很复杂。看似很单薄，但也可以很有坚固。光看一张纸是看不明白的，看人要用心。心？你要看一个人，不能只看他的外表，也要看他的内在。要看他说了什么，也要看他做了什么。要看他之长，也要看他之短。看他如何待自己，也看他如何待别人。看他在顺境中的风采，也看他在逆境中的抉择。人，短短几句话是说不清的。你若想要了解，我日后带你慢慢去看。神皇，我们在人界追查多时，仍未找到神子。预言所示的信息有限，寻找起来简直大海捞针。要我说呀，纵使预言为真，可难道我们诸神还斗不过一个神子吗？天命书指万物因果，其限预言必将成谶。办事不力，竟还诡辩。神皇息怒。我们此次游历各国，并非一无所获。哦。东则为天下之首，各国与各部落均受其管辖。东则国主昭明出类拔萃，卓而不凡。若能揽昭明为神皇所用，找神子一事大有裨益。关于神子的预言，我突然有一个推断：所谓神子诞，或许10年前天命书降下预言之时，便是这神子诞生之刻。不如从那年那刻出生的孩子中着手寻找。所言有理，你们继续下界寻找，再降一道神谕到东泽，让昭明献上童子。可是神皇，那年那刻降生的孩子那么多，若是分辨不出神子呢？那便都傻，一个不留。苍浩之年降生阴海，3000童子召为神士。国师，这是刚降下来的神谕。苍浩之年，那不就是10年前吗？
臭合咒，你又吓我。你这么快就帮我买到新的画本子啦？这可是我托了层层关系，费了9牛2虎之力才买来的孤本，所以嘛，是不是得再加些跑腿费啊？我看你这手串就不错。画本子的钱我早就给你了，你又想诓我？哎，谁让你学字学得那么快，还一天看3本？我这买卖可不得跑断腿吗？再说了，这次的画本子跟你之前看的神话故事都不同，这几本讲的是爱情。爱情？大家都吃好喝好了，要不要听故事呀？今天的故事呀，非常适合大家听，讲的是一个家徒四壁的渔女与落难民间的皇子相恋，最终成为皇妃的故事。接下来，就有请宫中博览群书、阅画本子无数的阿朱，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善良的渔女出海打鱼的时候，意外救回了一个浑身是伤的男人。渔女的姐姐发现了这件事情，就告诫渔女，千万不要在路边随便捡男人回家，特别是受了伤的男人，因为会变得不幸。可渔女想了想，说：“这个男人不是路边捡的，是海底捞的。”阿朱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。他来了之后，这原本冷清的长明宫也变得生机勃勃。是啊，宫人都很喜欢他。圣君可要进去看看。我若进去，他们便玩不开了。先去办正事吧。这些年来，我四处寻找、研究抗衡神族的办法。相传，唯有高于神族之物，方可压制神族。其一是上古神器天命书与混沌珠，其二便是天地初开之时，鸿蒙杀气幻化的君天剑。圣君照着地图，已亲自寻了3回，终点均是虚空之地。根本无见，会不会是这地图有误？不，地图应是真的。我每次找到终点，都能感觉到强烈的剑气，或许只是方法不对，才让君天无法现身。阿言，你再去寻一些顶级的铸剑师，看看是否会有新的发现。是。若仍未找到君天剑，圣君当真不考虑用混沌珠来对付神族？混沌珠曾以身补天，已然扛过天下之责。如今宝珠失灵，就让阿朱简单快乐的生活就好了。至于对抗神族，本就该是我的责任。况且，神族若下到人界，则神力受限。即使正面交锋，以我的人皇之力，亦能与之较量。可圣君已失去一道血魄，寻的也是耗损自身的法子。
一道血泊而已，我还没那么虚荣。区区昭明竟敢毁掉神域，还不如直接让我杀了他得了。若能直接处置，又何须等到现在？昭明天生神窍，是人族唯一能修炼神力之人。他乃天下共主，受人族拥戴，身上有斩不尽的人皇气运，根本就无法直接将他杀死。况且天道有序，你们若在人界施展神力，功力将大幅削弱。凡人皆有贪嗔痴怨，昭明必有弱点。昭明的弱点并非在自身，而在于天下安泰。他不接神谕，难道其他各国也敢不遵神谕吗？倒不如用一招敲山震虎，将人界的水搅浑。天下动荡，我倒要看看这昭明还如何独善其身。不错，你我皆为心域之神，最擅长操控人心。若在各国降下神谕，也查此事，找出背后原因。是。进。国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能不能告诉我昭明过去的事情？为何？昭明虽然温厚亲切，但总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直到最近，他连笑容里都带着忧愁，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枷锁在困着他。所以我想知道，他究竟经历过什么，身上又背负了什么。里面记载了东泽本朝的故事，也是昭明的传记。10年前，东泽老国君死于天劫，昭明尚少年，便担负起了整个天下的重责。他天生神窍，骁勇善战，还未及冠，便率军出征，平定各国来犯，稳定东泽。昭明勤政为民，深受臣民爱戴，天下归心，世人奉他为圣君。人族受神族所控，昭明便立下誓言，舍生忘死，亦要护世人无虞。原来，
困住昭明的不是一道枷锁，而是天下所有人。每个人都叫他圣君，但这一声声尊称背后，是对他的敬仰和依靠。大家都依靠他，但他又能依靠谁呢？他一定很累吧。相比圣君，我更想一直叫他昭明，那个属于他自己的昭明。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，这是他主动选择的命运。命运？今日便教你招字。招，左边为日，如日中天，照拂众生；上面为刀，下面为口，实乃刀口舔血，向死而生。国师的意思是，昭明会死吗？圣君天生神窍，自当与天地同起，又怎会死呢？今日是我多言了。命运玄妙，并非你我看得破的。吓我一跳。昭明没事就好。国师博学，常说一些深奥的我听不懂的话。那阿朱还有一个深奥的问题，想要问国师。你说。什么是情？话本里，樵夫和神女相爱，即使变成石头，永不能相守，也无怨无悔。阿朱想知道究竟什么是情？情是欲念还是动力？你说，究竟什么是情？为何世人有情，便能活得熙熙攘攘，热气腾腾？若是我们也能拥有情，是不是神坛就不会这么冷清了？你我本为神器，理应遵循昊天。问情的过程，便是消亡的过程。好吧，那便不问了。反正有你在我身边，日月盈仄，宇宙洪荒，天命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我亦不知情为何物，我只知情只该属于世人，不该属于神女。神女动情，必遭天罚。看来神女也不好当嘛。那或许你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仙珠子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是神仙珠子？我只是昭明手中的一颗普通珠子，只要每天能看到它，陪着它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可你是珠子，他是人，你们注定会有分开的一天。不会的，你看，画本里樵夫虽然变成了石头，但心里却依旧爱着神女，没有什么能把他们真正分开。就像我和昭明，只要我心里一直想着他，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阿朱都要永远陪着昭明。永远。嗯。双眸光成河，说来仿若前尘曾爱过，若不然，怎认得彼此眼波？苍野满阁凭烛观月色，愿今生盼得与你成说，你桃花连穿过，如暖风挽尽了阡陌，情丝多
朵朵，千山经过我心默默。请随我跃进世间的花火。这里夜夜灯火通明，正是似乎没有处理完的那一天，难得入眠，却又梦魇。昭明，这便是你的圣君之道了。一夜好眠，都是奢望。苍野满阁秉烛观月色，眼睛上盼白云凝成说。你桃花面转过，如暖风挽尽了阡陌。青丝朵朵，千山经过我心默默。请随我跃进世间的花火。我心田影里仿若桃花千朵。你经过山长水阔人谈笑自若，只因情向我，只因你如昨芳华灼灼。不知为何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纵万事纷扰，我亦能宁心定神。现在这日子越来越难过，我就不明白，没有这好好的日子怎么又改成这样？谁知道啊？给点米吧。我们这儿没有米啊，我们这儿哪有米啊？你看，我这都是菜汤，这还是野菜汤呢。我们都好几天没吃饭了。现在这世道，天天打仗，粮食也供应不上，连担米都买不起。若不是因为那几道神谕，哪会发生这么多事啊？可不是嘛！我听说，南渊国也因为神谕闹得鸡犬不宁呢。不过这些都是达官贵人的事儿，又是什么呢？就别传了。神使大人，据神谕所示，这南渊部落的灵山上储有大量的仙草，是否真的能助我炼出那永生的丹药？神谕降下天机，稍纵即逝。你若不识抬举，忤逆神谕，哎呀，万万不敢，万万不敢！只是我为了夺那金矿，已经派兵攻打了其他部落。此时再攻打南渊的话，只怕是兵力不足啊。长生之机不懂珍惜，那便让与他人吧。不！神使息怒，我这便去招兵买马，定会夺回南渊的灵药。实在不行，我就把我那没用的女儿青阳嫁给其他小国，来换取兵源。过程不重要，达成结果便是。谨遵神谕。国君，青阳公主已在外等候多时。让她进来。是。父王，母妃已经卧病很久，急需灵芝入药。灵芝那是炼丹所用，她一个病秧子，不配使用。没事，你也少来烦我，滚！是。驾。驾。阿言，这一趟辛苦你了。是我职责所在。此番调查，果然不出圣君所料，确有幕后黑手操控各国，又是几道神谕搅动的风波。
是神族在利用各国向我施压，因一己之欲挑动战争，草菅多国人民不配为神。既已查明情况，便派东泽使臣前往各国加以震慑，对弱势部落派兵增援守护。之后若再有与神族勾结者，绝不姑息。是。如今各国战事皆起，这昭明竟仍无就范之意。神子未平，昭明又起，人界这种清贱之地，倒是有不少眼中钉。威逼不成，那利用呢？神，国师，有神降临宫中了。神使带来了神旨，说要给圣君封神，咱们人族竟然也要有天神了。神旨不过是一道废纸罢了。圣君可要三思啊！神族器重你，你只需要按照神谕献祭3000童男童女，即可获得神位。如此殊荣，还不速速接旨？你竟敢毁神谕！我已说过，东泽不接神谕，我更无心成神。你竟如此不识好歹！如今各国战乱，死的人何止3000，只是让你献祭区3000孩童，难道他们就比那些死于战乱的人更重要吗？神族根本不明白生命的意义。昭明，不要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传我军令，自今日起，神族入东泽，杀！是。谁敢？一意孤行，不敬神明，昭明，你必将付出代价。这世上竟然有人不屑成神，这块硬骨头让事情变得复杂，却也有趣起来了。敲山震虎不行，那便借刀杀人。神族在人间受限，杀不了他。但倘若他庇护的各国揭竿而起，群起攻之，这出恩将仇报的戏码，岂不更精彩？将昭明在意的各国化为利剑，反攻昭明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不过，之前各国纷争，昭明已经派出使臣，在软硬兼施的平衡术之下，已将战事平息。如今想让他们对昭明宣战，怕是不易。人心痴念无穷。那西林国主渴望永生，若是将这封神之诱抛给他，只要扇一扇风，那战火便就燃起来了。哎，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战火。这个世界本就该是无休止的战争。圣君切莫过于忧心。虽说各国调转矛头剑指东泽，但我们的边防守军精于操练，战力充沛，定能压制敌军。人族本是同根所生，如今却要战场厮杀，兵戎相见，神族这招歹毒至极。况且，当下战局蹊跷，各国行军诡谲多变，定是神族在背后操控布局，才让这战火延绵不息。圣君。
低碳飞鸽传信，称西陵国主斩杀使臣，他已集结各国和部落的大军，形成强大的兵力同盟，正向东泽边境行军而来。这一仗，因内斗纷争而起，更有神族从中搅动，谋划战局，举国军心已然不稳。若只是派出东泽强将迎敌，哪怕东泽的兵力再强盛，恐怕也不足以平息。你们去通知各位将领，整装点兵，随时出征。是。昭明，阿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一个人吃不下饭，想让你陪我一起吃。说是让我陪你吃，其实是你来陪我吃吧。果然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。我还有很多道理没有学会，但我知道，人不好好吃饭的话，身体是会垮的。如果你身体垮了，那些需要你的人该怎么办呢？所以，得先好好填饱肚子，才有力气想打仗的事情。阿朱说的在理。阿朱，眼下战事吃紧，我今日便要亲征。亲征？我曾听人说过，君王亲征和将军出征是不一样的。你一定要去吗？行军之道，一在战术，二在心术。这一仗，不止与人战，更是与神战。我必须得去，且必须得赢。这一仗，不止与人战，更是与神战。我必须得去，且必须得赢。为什么心绪不宁？是担心？还是不舍？阿朱想知道，究竟什么是情？情是欲念还是动力？只要我心里一直想着他，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阿朱都要永远陪着昭明。请昊天宽恕混沌珠，如今他尚未觉醒，才会错生情斗。我会将他尽快带回神坛，定不让神器动情之事发生。此道天雷只是警告，情斗续生，天罚必降，天律规则不可逆。若未能阻止混沌珠动情，吾自会将其摧毁。世间一时以便对万物漠然，今日却略显失态。可是你爱他？不爱。你终于醒了。昭明。你马上就要出征了，不要把灵力浪费在我身上。
你遭遇惊雷，身体必受损耗。羽翼的凝神汤药未必有用，虚度你灵力方稳妥。谁说御医的药没有用？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况且我也没有被雷劈到，国师帮我挡下了。都说坏人才遭天大雷劈呢，我现在好得很。可这道惊雷来得蹊跷，我已派人去排查玲珑殿的引雷之物。阿朱，日后若天色有异，以便减少出门，我出征的这段时间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若不放心，那就让我跟你一起去。阿朱，有时并非党羽身前或并肩同行才算收获。你可知前线作战的动力是来自后方亲友？只要身后的亲友安然无恙，战士便能全心投入，与身前的敌人对抗到底。看似是战士保护了亲友，但其实也是亲友守护着战士。我希望你能留在宫中，好好守护我。我守护你，那你这一去要多久才能回来？在你吃完这包糖之前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。我让阿言留于宫中，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。嗯，张明，从明日开始，我要学习剑术。学剑术？嗯，我不想做一个被一道雷一下就晕倒的阿朱，我也不想做一个什么事情都要找阿言帮忙的阿朱。既然决定要守护你，就要有守护你的力量。你相比刚醒来的时候，不太一样了。人会长大，珠子虽然不会长大，但也会明白很多道理。张明，你的后方定会安然无虞。昭明已走2月有余，你打算一直这样下去吗？之前昭明在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天过得好快，但现在的每一天，怎么这么长？长到我看了好多画本子，吃了好多点心，写了好多字，还是没有结束。这应该就是你教我的那个成语“度日如年”吧？你的糖已经吃完了，可他还是没有回来。没有吃完呢，我还剩1颗。半月前便只剩这1颗，你不敢吃，你怕他回不来。他会回来的。我赠你这玉笔，是想让你书写自己的人生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自己的性命悬于他人身上。
国师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同我去一个地方，到了，你便会知晓一切。这是昭明的密室。你当真了解昭明吗？昭明为了守护百姓，一心想要对抗神族，这是你和我早就知道的事情。不错，对抗神族的确不假，可若以利用、牺牲他人为代价呢？即使昭明天生神窍，人族抗神，也无异于蚍蜉撼树，唯有借助神器之力，方可一搏。混沌珠，就是他近在咫尺、唾手可得的方法。而你，便是混沌珠。你想知道整个故事吗？天地初开，昊天便淡化两大神器——混沌珠和天命书。所以，昭明将你复苏，也只是为了要利用你的混沌之力弑神罢了。所谓的拯救，无非是将你推入下一场牺牲。可你说的那些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是昭明唤醒了我，是他带给了我许多温暖与快乐。什么混沌之力，什么上古神器，现在的我只是一颗没有神力的废珠。我只想好好做人，陪在昭明身边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重要吗？你已然对昭明动了情，那道天雷便是警示：神器不能有情，更不能暗人，否则会被摧毁于世间。为今之计，是你随我回神坛，斩断你的情丝，继续做与天同寿的神器。只有这样，才可躲过此灾。我不会回去的。我已经开始感受到什么是情，怎么会愿意回去过那样清冷孤独的日子？与天同寿又能怎么样呢？每个人所在意的不同，对我来说，活多久不重要，怎么活，跟谁一起活才重要。你说的混沌珠，在补天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。昭明救回来的是阿朱。你我永生永世，看透了生死因果，你为何还是不懂？人的情最为短暂，最为脆弱。不懂情的，
真的是我吗？天命，我应该这么叫你，对吗？你说我们有数万年的相伴之谊，但抱歉，如今的我真的没有这段记忆。也许这么说会令你难过，但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我要留在这里，等昭明回来。便是死，你也要留下陪着他。情丝朵朵，千山经过，我心默默。听随我跃进时间的花火。我心替你果然无法强行带神器离开。你要干什么？既如此，你我便立下3条赌约：若我赢，你随我回神坛；若你赢，你想留下做人，便留下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赌？凭我，可以给你这颗乾坤珠，关键时刻，它可救昭明性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天命所示，昭明会遇生死劫，天命之书从未出过错，而这颗乾坤珠，它可以颠倒乾坤，为昭明争取一线生机。这赌局，你不得不入。好，我跟你赌。有些命运，不是你想放下就放得下的。你说，究竟什么是情？为何世人有情便能活得熙熙攘攘、热气腾腾？若是我们也能拥有情，是不是神坛就不会这么冷清了？你我本为神器，理应遵循昊天。问情的过程，便是消亡的过程。反正有你在我身边，日月盈仄，宇宙洪荒，天命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神族内战，天幕崩裂，万物冰毁。混沌珠，速去补天，以身执行法则，恢复世间秩序。天幕裂口硕大，此次修补凶险万分。昊天，我愿以身相替，待混沌珠修补天幕裂口，望准允。神器各司其职，不可乱序。混沌珠乃拯救属性，理当应对天地浩劫；而你乃运行属性，你有你自己的使命。天命违逆天意，你可知后果？
死才能相伴。阿朱，活着。那些是我的记忆。一定是受了这乾坤珠的影响，才会梦到那些可怕的事情。天命所示，昭明会遇生死劫。天命之书从未出过错。这乾坤珠，它可以颠倒乾坤，为昭明争取一线生机。这赌局，你不得不入。前方传来消息，我军遭遇敌军埋伏，圣军身受重伤，以军医之力恐无法医治，速去派最得力的御医赶往营地。难道是？这就是昭明的生死劫？阿言，让我和御医一起去军营吧。你去军营，你是能治病，还是能杀敌？圣军的伤，自有御医医治。昭明这劫，御医医不了。你带我去吧，我能帮他。你待在宫里，便是对圣军最大的帮助。哎，昭明遇劫，只有我能救他。圣军对我的命令是，留在宫里，护好你。你在宫里怎么样都行，但我不会让你出宫。圣军的命令，你当真只将他视为君主吗？你与昭明肝胆相照，出生入死，你们的情谊早已超过君臣，比肩挚友兄弟。我知道，君力如山，但抛去圣君的身份，你明知兄弟犯险，却还是要恪守规条，无动于衷吗？如今，昭明重伤，处境定是艰险。阿言，你忠诚至信，我不为难你，但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法前去军营找昭明。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，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何周，昭明呢？阿朱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呀，昭明呢？阿朱。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唯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你我那一个人，一双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阿朱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……以为我什么？你伤哪里了？战事怎么失利了？为什么还不撤退？我们胜了。胜了？可是宫里收到消息，说战事失利，你受了重伤。那是昨天的战报了。所谓失利，是圣军的祸敌之计。瞒着你，也是想做戏做全套嘛。今晨，圣军率军冲破敌营，大获全胜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一副战败的样子？我只是在苦恼午饭吃什么而已。随军数月，胜了还不得大吃一顿，好好庆祝一下。这事儿你也知道？知道。所以就瞒着我。嗯。祸敌之策，这把我吓惨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战报也不全是假的，圣军是真的受伤了。你伤哪里了？伤得重不重？我从宫里带了很多上好的药，你跟我进去，我帮你上药。
既然你为昭明动了情，不惜违逆昊天，那我们立下的第一个赌约，便是人性不坚。昭明移情。这位是？这位是西陵国的清阳公主。这位是阿朱。 每一道伤，是不是都很疼？我从小到大，不是跟着父王出征，就是独自领兵。这大大小小的战役也参加了很多，受伤亦是常事。没关系。觉得苦的时候，就吃一颗糖，有甜包着，就不会显得那么苦了。你吃糖的速度比我想象的慢。我以这包糖与你约定归期，也是希望你心中有盼。没想到，你真在我凯旋之日如约持剑。我怕我吃得太快了，你来不及回来，更怕我把糖吃完了，你却回不来。所以，只剩最后一颗的时候，我就不敢吃了。好在，终于等到与你重聚之日。原来盔甲的分量这么重，你知道吗？宫里一直有很多你的传闻，都说你是战无不胜的战神。今日我才知道，原来战神背负的这么沉重。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战神。只不过每次都抱着必死的决。你一定不会死的。一定？嗯，一定。怎么伤的？骑马的时候勒的，没事儿，不疼。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？你从来都不会骗人，你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。这么深的伤口，怎会不疼？阿朱。这一路辛苦你了，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的。嗯。
你已然对昭明动了情，那道天雷便是警示。神妻不能动情，更不能爱人，否则会被摧毁于世间。看什么呢？这位青阳公主，便是战败的西陵国进献给圣君的礼物。高贵的公主，也能被当作礼物吗？乱世之下，公主又有何贵？看什么呢？这位青阳公主，便是战败的西陵国进献给圣君的礼物。高贵的公主，也能被当作礼物吗？乱世之下，公主又有何贵？河州大人到，快走！这细作竟敢屠盗行军图，走！圣君，圣君，方才在营中抓到这名正欲潜逃的细作，从他身上搜出了我军的反城行军图，定是叛军残孽，欲阻碍我军归城。偷窃行军图，意欲何为？说。死了，他口中藏毒，自尽了。圣君，竟是个死士，幸亏巡逻时发现了他，否则行军图失窃，我军返程必受耽搁。可惜如今细作已死，无从查证。他们究竟想做什么？还好行军图无恙。传我军令，今夜严守行军图，明日速速返回。是。听说西陵的青阳公主随军前来，就是这位吧？西陵的公主来东泽，是两个战火的意思吧？哎呀，真好看！是啊，是天生的一对呀！就是啊，就是啊！哎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太漂亮是吧？圣君居然把离长明殿最近的长乐殿给了青阳公主，看来这位很快就要成为宫中女主了。我还以为阿朱姑娘会嫁给圣君呢。啊，嘘！你们说圣君要是跟青阳公主成婚，阿朱姑娘怎么办呀？是会被圣君封为妃，还是会被青阳公主视为眼中钉赶走啊？能助昭明稳定时局，能与他一起抗神的人，才是他的同路人吗？若我帮不了昭明，于他而言，我又是什么？圣君，青阳公主已入住长乐殿，接下去该如何安排？等过段时，跟来的西陵探子和宫内的接上头，便设计送他离开吧。圣君既已发现了探子，为何不直接将他们铲除干净？比起没有探子，已知的探子更有价值。啊，可以借助他们，传递我们想传递的信息。 不， 圣君，青阳公主已入住长乐殿，接下去该如何安排？圣君既已发现了探子，为何不直接将他们铲除干净？比起没有探子，已知的探子更有价值。可以借助他们，传递我们想传递的信息。
圣君早些休息。圣君，青阳公主求见。公主深夜前来，可有要事？我之前同圣君所说的，皆是肺腑之言。我知道圣君有抗神之意，我愿意助圣君一臂之力。若要去往神界，必须要通过天梯。然而没有神族的同意，以凡人之身强行步天梯，必会遭受神火之袭。凡人肉体承受不了片刻，就算圣君天生神窍，恐怕也只能行之一半。我曾有幸获得一份至宝，几经考究，得知这是苍浩之殇时，天梯破损后落入凡间的一小块。我可助圣君提前适应天梯之痛，找到登天之法。你说是便是了。圣君研究抗神之法多年，定能判断真假。圣君，我去叫御医。不必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是留在东泽皇宫。我父王把我送到东泽来，就是希望我能够入主东泽后宫。若是这个任务无法完成的话，他会将我和我母亲一并杀死。那让圣君将你母亲一并接来东泽，再助你们离开便是了。若是能够那么轻易的离开，我又岂会等到现在？圣君，我父王被恶神所控制，一心追求长生之法，助恶神炼毒。我从小便被父王用来试药试毒，他为了更好的控制我，给我母亲下了奇毒。只有恶神有解药，若是强行离开，便会无药可治。我希望圣君能娶我，或者说佯装娶我，以骗过我那父王和他背后的恶神。情脉生长，锥心之痛，是昊天对神器动情的惩罚。当情脉从心口蔓延到指尖时，便会降下天罚，届时就是霄陨之灾。情脉，这名字还挺好听的。你只有随我立刻回神坛，才可以彻底解除这情脉之苦。天命，我现在好像明白情的滋味了。它不只有甜，还有酸和苦。我不想回神坛，我想做一回有感情的人。就为了这所谓的情，你宁愿死？只要是人，不是都会死吗？可你是上古神器，你高于人，亦高于神。死，值得吗？我不知道值不值得。
但现在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没想到这昭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平定各方。哎，这些小国真是没用。要不是我在人界神力受限，我还真想把他抓上天界，好好跟他打上一架。那就用人族的办法对付他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青阳已经成功入宫了。多少帝王毁于红颜，只要这青阳能搅乱东泽，那这昭明的人皇气运也就尽了。到时，他还能拿什么与神族抗衡？最终，也只有臣服这一条路罢了。天命神君，天命书沉寂多年，问世不答，没想到您竟是来了人界。天命神君离开神坛，可是昊天有所指示。那么三神来到人界，又是受谁指示呢？神君莫要动怒，神族无意破坏昊天规则。我们来到此处，也是因为当日天命之书的指示。神君可还记得神子诞、众神落的预言？是啊，还请神君告知奥义，好让我们找到神子。原来君玉在害怕。神皇也是为了神族，在本君的眼中，不论神族、人族还是灵族，皆无差别。即使知道神子所在，又凭何告知？神君洞察我等行事，本可不现身，如今现身于此，可是有什么事要交代？你们想要对付昭明，但这把祸乱之火烧得还是不够猛，不够烈。神君的意思是继续让昭明为国事分心，甚至消失。圣君可准备好了？开始吧。神火不会焚毁衣物和肉身，而是会有一种直达神魂的折磨与痛楚。圣君若这次能够挺过去，以后便能逐渐适应了。何舟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，快回去！昭明可在里面？没有没有。啊，对了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比如火烧的疼痛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圣君今天有重要的事情，暂时无法见你。可是又发生什么事了？何舟，你这次可别再骗我了。哎，也没有。这。何舟，圣君已经休息了，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。
贺州，你说的重要的事，可是和青阳公主有关。哎，你先回去，回头我再跟你解释。圣君真的很累，我们别打扰他了。好吧，那我改天再来吧。贺州，圣君醒了，身体可还好？无妨。天梯神火，果真非比寻常。阿朱是否来过？我隐隐听到他的声音。是的，我按照您的吩咐，并未让他进来。那就好。圣君不告诉阿朱这些事，也不让他靠近，是因为怕阿朱体内有您的一魄，会同受神火之苦，还是不想让他为您受伤虚弱的样子而担心？二者皆有吧。你有什么话便直说吧。宫内已开始传言，说青阳公主会嫁给圣君，加之青阳公主进出长明殿，西林探子信以为真，不日便会将消息传到西林国，青阳公主的危机暂且解除。只是，若不将真相告诉阿朱，恐怕她会伤心。阿朱的心性，你也应该很清楚。若他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他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帮助我。抗神之事非死即伤，纵然知道他是混沌主，我也不想利用他。就让阿朱只是阿朱，而非昭明的阿朱。于轮回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，出不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双眸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双眸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你去吧，怎么了？阿朱姑娘，我们来给青阳公主送些点心。怎么不进去啊？因为昨日有宫女来送东西，被千阳公主训哭了，我们不太敢进去。我去吧。多谢阿朱姑娘。
你来做什么？听说你昨天训哭了一个宫女，他们现在都有点怕你，不敢进来，所以我替他们来送些点心。真是娇气得很，做错事了还说不得。那以后他们也不用再过来了。可你是公主，若没有人照顾，应该会有诸多不便吧？公主难道就需要被照顾，就一定是娇生惯养的吗？那你这些日子住的还习惯吗？我如果说不习惯的话，你是打算送我回西林吗？你不用对我这么有敌意，我从没有想过与你为敌。哪怕是我抢走圣君。我知道你喜欢圣君，可你应该也听说了，不久之后我就会与他成婚。你到我这里是没有用的，你应该去长明殿苦恼。昭明本来也不是我的，没什么强不强。我只是好奇，你之前从未见过昭明，却想要嫁给他，真的是因为喜欢吗？不喜欢，但我必须要嫁给他。嫁给不喜欢的人，是否太过随意？仅仅因为喜欢就嫁，是否太过轻松了？你看外面，我们西林的宫中也有这么美的池塘，还有这么盛开的桃树和优雅的亭台。你知道每次看到这些美景，我都在想什么吗？我都在想，真美啊！我要死在哪里才好呢？所以你看，人呢，根本就无法感同身受。所以收起你的好奇心。你被保护得那么好，是永远无法理解的。可你还活着，是不是就说明你心中还有牵挂和希望？所以啊，还是好好活着吧。万一实现了心中所愿呢？点心我已经送到了，那我就先走啦。阿朱姑娘，阿言，以后别来这里，离他越远越好。为什么？他并非善类。非善类？为什么这么说？越美的女人，心越狠。这是什么歪理？那我呢？你不一样，你没有心，是个缺心眼的。哦，阿言，你和青阳有什么过往吗？没有，该提醒的我都提醒了，听不听由你。哎，那昭明呢？他还在忙吗？圣君公务繁忙，近几日都不得见，之后几日也不得见。国师为何突然要走？
东泽已不再接神谕，又何须国师？东泽需要国师你，并不是因为神谕，而是因为国师之能。国师知晓天地，洞察人心，世间无人能及。在非正确的时间、非正确的位置，这些毫无意义。国师当真趋于医学。圣君曾说过，来去由我。实在同行。国师可愿与我再下最后一盘棋？这棋局看来是下不完了。真是没想到能下出长生劫。棋局循环反复，无结果，无胜负。这便是圣君留人的方式。若是能以此留住你，倒也不错。我留下，于圣君而言，未必是好事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只信事在人为。我还知道圣君更相信人定胜天。或许在不久后的某一日，我会在另一处得见圣君抗神之愿达成。看来今日是留不住你了。此去一别，便祝你行路无所惧，行事皆有心。有心，那便借圣君吉言。吃吧，这是这个月的解药。你的好女儿任务进展得不错。青阳，青阳她怎么样了？据探子报，她很受昭明的喜爱，在长明宫过的那是风生水起，可能早就忘了她的母亲还在这里吧。这样也好，我希望她永远不要回来了。想摆脱我，不可能，我是他的父王啊！你有什么资格？你利用你的女儿，伤害你的女儿，拿她当药人、当物品、当筹码，去完成你肮脏的目的。她是西陵国的公主，她就应该为西陵国的永生和繁荣奉献出自己的一切。为西陵国，是为了你长生的妄念私心吧？我是西陵的王啊！西陵国就是我，我就是西陵国呀！申氏大人，据探子传谢说，这个青阳很受昭明的喜欢，不日就要成婚了。废物！谁要听这些情情爱爱的进展？青阳为何还不动手？可能是还没有找到最佳的刺杀时机。最佳时机啊！你女儿不会是爱上了昭明，为情所困了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她的母亲还在我手里呢。你们种的可是母子连心毒，谁都不能独活。你要是死了，你的那个宝贝女儿也活不成。再说，青阳自己也身中剧毒，每月靠我的药来续命啊！我这就修书一封，让他尽快动手。不如你亲自去一趟东泽，监督他完成任务。如若他还是拖延，你就找机会亲自下手。西陵王来信，表十分思念女儿，想来东泽为她庆生。西陵王并不宠爱这个女儿，他此举必有图谋。
擅闯公主寝殿，你有何居心啊？为何私自传信？那只是给母亲的家书罢了。既是家书，为何不上报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自己打开看看。西陵王要来东泽看你，是不是你私下传信，刻意为之？我和他的关系，你应该最清楚。他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厌恶的人。我不清楚。你原本就是个出尔反尔、狡诈之人。你的话不可信。你倒是一个光明磊落之人，那之前装作不认识，是为了掩饰什么呢？并非掩饰，是不屑与你这样的人相认。我这种人，你最尊敬的圣君，可是很愿意与我这种人为伍呢。短暂交易罢了。那证明圣君是一个聪明之人。聪明之人能看到事情的本质，知道什么是重要的。可你就永远都学不会放下过去，向前看。你倒是能将过去轻易的放下。是，你的过去全部都是阴谋诡计，当然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。我警告你，这里不是西陵，别想耍什么花招。谁？我来替宫女送点东西。你骗我！你说你跟青阳没有过往，现在被我抓个正着，是不是昭明的事情？你也在骗我？哎，你来应付。哎，你也行，老实交代。啊！看你往哪儿跑！你不必这样，我不跑。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，咱一样一样来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那你倒是说啊，阿阳和青阳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俩的事儿，我不好说。你不说，那我去问昭明。哎，别，圣君忙得很，别去找他。阿言不是东泽人，这个你知道吧？我听说阿言的家在西陵。哎，如果他那个也算是家的话，那他这一路也不会走得这么辛苦。阿言出身很苦，他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卖给了西陵王宫的安卫所。这么小的孩子，受尽了折磨，拼尽了全力，好不容易才在那种厮杀之地活了下来，从此也只能待在暗处，做最危险的刺杀任务。在阿言命悬一线的时候，是青阳公主救了他。是。西陵的暗卫是打算杀了西陵的公主吗？你的伤上有毒，我赌你走不出这个院子。这是毒药。我这里只有毒药，以毒攻毒。你若不敢的话，那就算了。能将性命就这样交到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手里，看来你也没有多期待活着吧？青阳的母亲出身寒微，并不受西陵王宠爱。青阳虽为公主，却也过得很苦，一个人住在最偏的地方。但也正因如此，阿言才能悄悄进出而不被人发现。
公主，这是最新的药，皇上请您试试。西林王追求长生术，但又怕有危险，需要血亲试药，就让最不受宠的青阳做他的药人。你怎么了？阿言，你来了。你的眼睛？没事，是药而已，很快就会好了，你不要担心。阿言很生气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只好经常陪着青阳，从御医院偷药给他，暗中惩罚欺负他的人。就这样，两个苦命的人开始相互依靠。他们两人渐生情愫，可谁都没有说出口，因为能够好好活下去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就已经是奢望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啊，西林王不知从何处得知了阿言对青阳的心思，他告诉阿言，可以去军营，边疆战事吃紧，若立下军功，擢升为将军，娶公主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阿言去了啊，去了，烽火狼烟，枕戈擒甲，九死一生。几年后，阿言带着一身伤疤和军功得胜回朝，却得知西林王为了炼丹所需的金矿，将青阳许配给了一个年过半百的商贾。唉，面对阿言的质问，西林王说，若阿言能够夺回南渊至宝，便可娶公主。于是，阿言只身一人前往南渊，屡屡搏命，最终将宝物带回了西林。但当他献上宝物时，却发现宝盒空了。没有人知道宝物为什么会丢。阿言请西林王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西林王答应阿言能在半年内筹得黄金10万两为聘礼，便可将青阳嫁给他。但临行前，阿言却听到青阳和西林王商议：父王，等阿言带回来10万两黄金的时候，我就偷偷藏起来一块，到时候他达不到要求，我们就可以再跟他提其他的条件了。你可真是父王的好女儿啊！原来一切都是青阳布的局。他救下处于危难之际的阿言，为的是获得最忠心的侍从，然后利用阿言的喜欢，完成西林王的任务，从而让自己过得更好。你信吗？阿言也不信，所以他去问了青阳。你既然都已经听到了，那我就没有什么好隐瞒了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想嫁给你吧？虽然我们都曾过得很苦，可不代表我和你就是一类人。我毕竟是西林国的公主，而你只是一个暗卫而已。就算被我利用，你也应该感恩，至少你还有一点被利用的价值，不是吗？阿言带着悲愤离开西林，于各国流浪，幸得圣君赏识，扎根东泽。原来阿言之前过得这么苦。可是何周，为什么我觉得青阳不是那样的人？你才认识青阳多久？青阳是什么样的人，阿言比你更清楚。你就听阿言的劝，离青阳远一些。昭明知道这段往事吗？知道。那他为什么还是要娶青阳？圣君也不是能够随心所欲的，他有他的考量。昭明这段时间在忙什么？为什么不愿意见我？这很复杂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圣君忙于练就抗神之法，无暇脱身。青阳能够帮到昭明，对吗？圣君，
阿朱姑娘去青阳公主那里了，还未回来。嗯。青阳公主生辰，圣君设宴为她庆祝，西林王也亲自前来，她可真是幸福啊！人家是公主，这可是咱们羡慕不来的。为什么还不动手？难不成你要在这等着，看你的母亲被献祭吗？我母亲要是有任何差池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你这是在跟父王说话？不想要解药了。我说过了，刺杀昭明并不容易，我需要时间。这散灵毒是神使专门为昭明所制，你把它涂在利器上，找个恰当的时机刺入他的身体，就算他天生神巧，也抵挡不了。你的母亲一个人在西林，对你是日思夜想啊。你早点把任务完成，就能早点回西林看你母亲呀。啊！